在我国开出的158亿美元罚款逾期没有缴付的情况下，美军司令想要和我国进行通话，并称希望中美之间能够合作，保持和平。来看详细情况如何。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近期，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上将突然表示，请求和我军建立起一个直接沟通的渠道，表示美国并不寻求和中国发生冲突，而是想要和平解决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并且美国也并不打算围堵中国，而是想和中国进行一个公平的激烈竞争。同时，美国在对台政策上也一直没有改变，美国从来都不支持台独。但是这名司令话锋一转，又表示但美国支持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繁荣和稳定，让这一地区免于胁迫和霸凌。而面对这位美军司令的请求，我国自然是选择了无视。中美之间已经超1年都没有进行过的对话再次延长。自从俄乌冲突过后，中美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差了，特别是佩洛西的访台，使得中美关系下降到了冰点。虽然美国在这段时间多次对我国发出了请求通话的申请，但都遭到了我国的拒绝和无视。这倒不是我国不想谈，而是美国这次请求通话压根儿就是糊弄人，做给大家看的。像上次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请求中美对话，再到我国拒绝对话，奥斯汀还埋怨我国不想和平。但看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对于一个因为天气原因失控飘到美国的民用气球，美国政府非说这是监视气球，是我国专门派来对付美国的。结果大张旗鼓的全国直播，出动 F-22 战机把它击落，之后又连续多次击落了不明气球。结果后来发现，这些气球就第一个是中国的，之后的几个气球全是自家民众放着玩的，闹得全世界都在嘲讽美国患上了中国恐惧症，还希望和中国进行对话，我国怎么可能答应呢？而这次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想要对话，自然也是美国带了一大波节奏不好收场了，才想着和我国对话。在这之前，美国不断地加大对台军售，除了提供防空导弹之外，还提供了战斗机、反辐射导弹，全是些大杀伤性武器。因此，我国对美国的对台军售开出了一张天价罚单。按照罚单所说，对台军售双倍金额计算，美国的雷神和洛马公司将要最高赔偿158亿美元，并且这个罚金的缴纳期限为半个月。如果没能如期缴纳罚款的话，那么罚款金额将会越来越高，并且我国还会采取相应的加罚措施。本以为面对这天价罚单，美国会老实点，但没想到的是，在罚款缴纳的最后期限，美国不但不缴纳罚款，反而变本加厉地加大对台军售，又给台当局提供了价值190亿新台币的武器。面对这种情况，我国自然是再次对美国进行了警告，并表示会做出相应的反制措施。而现在美国的158亿罚款还没上缴呢，这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就想要进行中美通话，想的怕不是有点多。而且就算还是中美通话，也不应该是他负责。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听着是挺威风，但是美国的军事部门可是庞大无比，全球所有美军基地的司令加起来没有上百也有几十个了。因此这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想要建立一个和我军直接沟通的高层渠道，资格显然不够。当然，美军司令想要中美之间通话，还和美国自身有着很大的因素。美国这是感觉到形势对自己有些不太妙，想要中美之间赶紧通话一下，缓和局势。俄罗斯那边刚把美军价值1亿的 MQ-9 死神无人机给弄坠海，中俄之间也将会进行国事访问，加强合作与交流，这对美国而言就够呛了。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对美国而言单独一个都难对付了，这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了，哪能顶得住？而且美国国内的硅谷银行倒闭，让不少的美国人都忧心忡忡，担心会发生08年的金融危机。不少人都在从银行取钱准备跑路。上次08年的金融危机由我国给美国收拾烂摊子，现在这次可就不一定。而当前全世界有这个能力接盘的也就只有我国了。
因此这名司令才想要中美之间通下话，缓和一下关系，看能不能谈谈。所以对于美国不缴纳这158亿罚款也能够理解了，银行都破产了，哪儿还来的158亿啊？这核动力印钞机再这么印下去，美国国内倒是先崩了，搞不好是想找中国谈谈合作，看中国能不能帮一手。